天都有人想攻略我的同桌，班草、吉草、校草各类帅哥蜂拥而至，而我那沉默阴郁的同桌冷艳不可攀，对着帅哥冷冰冰的吐出一个字：滚，充满了无情与厌烦，转身却躲进我的怀里，晦暗的神色中夹带着讨好的索取。你不要喜欢上别人，好不好？一个平凡的路人甲，普通的家庭，普通的智商，不算帅但还算过得去的样貌，每天3点一线，学校、路上、回家，日子过得十分的平常。我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度过每一天，直到某天我发现日子里的不平常。这要从我上高2时，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新同桌说起。我的同桌叫柳如烟，一个年级第一、外表出众的女神学霸，性格沉默阴郁，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别靠近我的厌世颓丧气场。但是耐不住人家好看啊，学习好啊，依旧是不少男孩春心萌动的对象。除了我对她没兴趣，没感觉。我欣赏的是隔壁班阳光明朗、喜欢运动的班花，这也是老师安排她给我当同桌的原因。为什么不选女生？因为她好像有很严重的洁癖，别人碰一下感觉掉块肉，瞬间就黑脸，又独来独往，不和别人交流。其他女生纷纷反映不想和她当同桌，男生吧几乎都对她别有用心。于是我成了柳如烟同桌的最佳人选。我对外的人设是呆，话少，死宅一个。和柳如烟成为同桌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说话，不打招呼。桌子中间放着课本，基本不交集。虽然他脾气差，但每天上学，书桌上总能出现新的信件，他每次都塞进书包里。开始他丢垃圾桶，被人捡起来宣读，后面就统一放自己书包。我猜测他是自己回去集中消化。柳如烟不缺男孩追，但是最近我发现很奇怪的一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男生不断在他面前刷存在感，每次刷失败后，对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了。我抱着这种怪异的感觉，像个旁观者一样观察着他们。柳如烟，这道数学题我不懂，你能不能教教我？说话的是我们班的班草，长得像网络上流行的小奶狗男生。他站在柳如烟旁边，课本放在柳如烟课桌上，带着几分腼腆。柳如烟凉凉的抬起眼，冷漠地说：“我不会。”这实属睁眼说瞎话了。他数学每次都是满分，我都没见过那个数字变动过。班草嘴角的笑容僵了下。那好吧，我看着他保持着笑意，识趣的离开。看他的眼神，我猜想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果然，下午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看着他拿着一瓶水递给在树下乘凉的柳如烟。柳如烟，渴了吧？喝点水。我不渴。柳如烟拒绝了他，并拿起身旁的水瓶，拧开瓶盖喝起来。我看到了班草暗中捏紧的拳头。没事，我放着了，你想喝的时候再喝。班草保持着得体的笑，走开了。树荫下凉风拂面，吹起了柳如烟被碎发挡住的额头。女孩的轮廓精雕细琢，本该明媚朝气的年纪，眼神里却染着沉沉的黑。少了生气，她突然侧身回眸，对上我的视线。我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望着天上的云发呆。体育课最后的时间，集合解散的时候，班草惊呼一声，人往前栽倒。他的前方是柳如烟，可是他低估了柳如烟的冷漠。柳如烟往旁边挪了一步，生生看着班草摔倒在地上，垂落的双手甚至没有一点点条件反射的抬起。班草疼得哀嚎，这假摔变成了真摔。柳如烟居高临下的看了他一眼，清澈的唇角带着对小丑的嘲弄。第二天起，班草消停了，他恢复到从前的模样，不再围绕着柳如烟。讲台上的老师口沫横飞，我旁边的女孩在纸上写着我看不懂的公式，密密麻麻，晦涩难懂。我发现她在写这些公式的时候，整个人的气场会发生变化，眼里有了少见的光彩。今天是月考成绩出来的日子，整个年级沸腾了。长期独揽第一名宝座的柳如烟遇到了对手，出现了2个第一名。排名榜上与柳如烟并肩的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像一匹黑马，惊艳了所有人。教室里的同学窃窃私语，都在讨论这个新起的学霸。柳如烟坐在位置上，无动于衷。我看着自己面前刚讲解完的数学卷子，勉强及格的分数，默默叹了一口气。我的叹气声引来了柳如烟的目光，她的视线落在我的分数上，没有不屑，没有自得，很平静的目光。但我还是悄悄地把卷子翻面，她卷面上的满分，我可真羡慕人与人之间的参差啊。课间出去做操回来的时候，一个男生把柳如烟拦下，瓜子脸，五官英俊立体，帅得不像话。你就是柳如烟，我是这次月考的第1名，我想告诉你，下一次考试我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你上面。男生倨傲地对柳如烟宣战。柳如烟盯着他的眼睛，在我以为他惊艳于对方的颜值时，他眼神闪过不耐烦，甚至一句回话都没有，就无视了男生走上台阶。男生在一群人看戏的目光中涨红了脸，朝着柳如烟的背影喊道：“柳如烟，少瞧不起人了，我一定会赢过你。”后面男生总是非常巧合地与柳如烟相遇，每一次都是傲气地看着柳如烟，言语间倔强励志：“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他在用激将法，但柳如烟不接招。第2次月考时，大家都很期待男孩怎么把柳如烟踩在脚下。然而惊呆众人的是，柳如烟依旧第1名，全科满分，作文居然拿了满分。男生在第2名。成绩出来后，男生对柳如烟说：“你运气好，作文拿了满分，我不会放弃的，你等着。”男生说完这句，从来不搭理他的柳如烟开了口：“烦死了，你想干嘛关我屁事，聒噪。”柳如烟目光阴沉，语气生冷。男生愣住，气得面目扭曲。男生安静了，没再出现了。我有点好奇下一个刷脸的男生是谁。后面又来了好几个男生，每一个都用着不同的方式接近柳如烟，无一例外的都没引起他的注意，换来的是同样一个字：滚。在这些帅气的男生中，有一个像云间明月一样清雅的男生让我印象深刻，他叫高宇，是转学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一上来就往柳如烟眼前凑。第1个星期他毫无动静，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等待一个时机，因为第1天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的目光就在柳如烟身上驻留了好几秒。轮到我和柳如烟值日那天，有位女同学手贱的拿了柳如烟桌上的巧克力棒，那是某个男生送给她的，她没动，就放桌子上。当时那个女同学问了柳如烟一句：“柳如烟，又有男生送你吃的呀，你吃吗？”柳如烟在擦黑板，头也没回，淡淡的说：“不吃。”下一秒，那女同学打开了包装：“我肚子好饿，你不吃，那我吃了。”柳如烟回头看到对方吃进嘴里的巧克力，眼一下沉了下来。她抬手，手里的黑板擦准确无误的砸在女同学身上，粉末飞扬。“你有病啊，我不吃，也没说让你吃。”然后2个人就打起来了。第2天被班主任审问，女同学咬死柳如烟先动手，柳如烟没说巧克力的事情，老师
师让柳如烟道歉，她用沉默拒绝。于是老师搬出了学生最害怕的一句话，叫家长。柳如烟瞬间揣紧了拳头，我能感受到她的怒气。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说巧克力的事情，女生的思维真的很奇怪。我思考着，同桌一场，就帮忙解释一回吧。我的手刚举起，高宇突兀地站起身，老师，柳如烟没有错，她把昨天的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还了柳如烟清白。我看着她，觉得很有趣，原来她在这等着。半个月后，高宇要离开学校了，他失败了，我很意外，我不知道这阵子发生了什么。我见过他和柳如烟在食堂一张桌子吃饭，以为他是特别的。那天放学路上，我看到他拐进一个巷口，我记得那是个死胡同。我正在一个路边摊等着摊主烙手抓饼，饼好了，我吃完了，也没见他出来。犹豫了会，我往着那条巷子走去，直走，左边有一条岔道。我在拐角时，看见背对着我跟无人的高墙对话的高宇，他一改平日文雅的模样，骂骂咧咧。我装了这么久，一点用都没有。他是不是有隐藏技能读心术啊？他居然在我吃饭的时候过来跟我说，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带着目的接近他，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明明都那么收敛了，来之前读了多少旧书文学，总结多少前辈失败的经历，还是不行。这个女主攻略难度 SSSS 级别系统，这活接不下。我藏在拐角处，耳边的话令我讶异。女主攻略系统，大脑一下浮出一条清晰的线，我好像触摸到什么了。我慢慢走出胡同，傍晚的云霞之下，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少女压着白色帽檐，走在前面的大道上，冷白皮肤上唇角那抹嫣红的血迹擦伤格外醒目。她突然侧目望过来，眉眼阴翳。我看着柳如烟，神色漠然。我们之间就像陌生人，短暂的视线交集后，各自错开，走向不同的方向。高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唇角微勾，真有意思呀。路边的榕树上蹲着一只大橘，他一直注视着我的背影，而我并未察觉。第二天，高宇在班里和同学道别，他从讲台上下来，路过柳如烟身旁时，脸色有些许不甘心和无奈。柳如烟嘴旁的伤好了些，但也看得出来是受伤留下的。高宇还想挣扎一下，他放了一个创可贴在柳如烟桌上。我不解，不流血的伤口贴创可贴是为了好看吗？我摇了摇头。柳如烟将放着创可贴的课本拿起，抖了下，创可贴轻飘飘的落在地上。高宇面上扭曲，愤愤地回座位。下课的时候，我主动去找高宇，将一块奶酪包放到他桌上，送你的离别礼物。他愣了会，迟疑地说：“我叫夏星辰啊，你是柳如烟的同桌，谢谢你的礼物。”我笑了笑，不意外他对我的陌生。在这个班里，我的存在感很低，也一直践行着低调的人设。放学一起吃饭吧。啥？他对我突然的热情有些没反应过来。放学我等你，我们一块走。我说完，上课铃声正响，没留给高宇拒绝的时间。我转身回了座位。这节课，语文老师嗓子不舒服，发了试卷随堂测试，卷子做了一半时间。旁边的柳如烟在翻找什么，我听到了笔尖在本子上用劲划写略带干涩的声音，瞟了眼，见到我的同桌正压着眉眼的烦躁。我从书包里拿出一盒笔芯，手指刚伸向笔盒，想到他严重的洁癖，我顿了顿，桌下的手将笔盒递过去，轻碰了下他的校服。柳如烟看向我，沉默了会，从里面抽出一支笔芯。我听到一句干硬的谢谢。放学我和高宇约在一家烤肉店，他看起来有点猛，因为这是他转学半个月来我第一次与他说话，一上来就约饭，让他很意外。你长这么帅，性格又好，班上很多人喜欢你的，我也一直想找你认识，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转到其他地方去，想着你走之前一定跟你说上话，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打扰了。我解释着自己的唐突。高宇听了我的话，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他很开心我对他的赞美，也开始和我交谈。你家是哪的呀？以后我们还能见面吗？我家在下海镇。我们。高宇正吃得欢，突然脸色微变，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啊，不是，我家在 C 市，不过我以后大概率出国读书，可能很难见面了。那真可惜。我将他懊恼的神色纳入眼底，笑着回答他。饭后，我和高宇道别，各自回家。天已经黑了，街上十分热闹。今天是周五，来往的学生很多。隔着中间的马路，我在对面一家森系主题餐饮店里看到了柳如烟。她穿着店里的黑色制服，端着餐盘穿梭在人群里。我疑惑着，她一个洁癖正在当服务员打零工。看了会，我准备走了，却见4、5个人气势汹汹地走向店门口。柳如烟从里面走出来，她被那群人夹裹着，半推搡走向前方一个巷口。我拧了拧眉，掏出手机拨打了110，看着人影消失在巷口，我跟了过去。巷子很深，眼前的黑像一只巨兽，随时要将人吞没。我曾在跆拳道馆见过柳如烟绑着红黑带的样子，应该轮不到我这死宅去英雄救美。我没再靠近，只听到隐约传来的搏斗声。过了好一会，警察到了，他们冲进巷子里，5分钟后带出了里面的人。柳如烟脸上有伤，那几个人也都挂了彩，看走路姿势伤的好像挺重。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柳如烟垂着眼，少女颀长的身躯在夜幕下，碎雨中依旧笔直，唯有藏在眼底的那抹黑越发的沉。那几个人被带走，柳如烟被问了几句就放回店里了。我没再多留，转身走了。回到家里，我上网查了一个地方，下海镇不存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这个地方。高宇的家似乎与我不在一个世界。窗外的夜空有寥寥星体闪着微光，我看着星星出神。早上走进教室，我在自己的桌子上发现一根笔芯，一样的牌子，包装塑料，我知道是柳如烟还的。其实一根笔芯我是当给她的，不过还了就还了吧，挺好，越客气越能保持距离和礼貌。高宇走了，但对柳如烟示好的人依旧不减。身为同桌，他身上积压着的烦躁感连我都感觉到不舒服。我这个默默看戏吃瓜的人也难免被麻烦到，请我帮忙的，想套话的，我像一团棉花，软绵绵的，但都回弹拒绝掉，就是有点烦。下节课要抽背诵，一篇文言文我念了又念，背得勉勉强强，我抓紧时间巩固一下，背不下来还得罚抄写。我有点羡慕地看向隔壁的同桌学霸，这一转头就见走到有个男生突然朝他位置倒下，他用手推了对方一把，男生倒向了对面。柳如烟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人猛地向后倾斜，我这一转头，鼻子便是一阵剧痛，被他后脑勺撞到了。柳如烟转向我，面上
上错愕，然后我听到了周围人的惊呼，看到了他突然紧缩的瞳孔，一股粘稠的液体划过我的唇，铁锈味在味蕾上蔓延，我流鼻血了。我从书包里掏出纸巾捂住，疼的一下站起来，也没看罪魁祸首，转身去了医务室。校医室里，我止住了血。医务室的大门被一道身影挡住，柳如烟站在门口，挡住了背后的光线。她走进来，替我付掉了医药费。我没有客气的推脱说不用，只是沉默的看着她动作。对不起。柳如烟站在我面前，我坐着，闻言微微仰头，她低着头颅，平日里总是冷漠的眉眼，此刻带着歉意，多了一点人情味。我点了下头，接受了她的道歉。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前一后的走着，我瞥向后面被阳光拉长的影子，不喜欢被人在背后跟着的感觉。我加快了脚步，路过篮球场时，柳如烟突然冲上来拽了我一把，一颗球惊险的从我面前飞过，旁边跑来一个捡球的男生，向我道歉，手腕上传来的陌生触感和力道令我低眸。我看着柳如烟抓在我腕上的手，微微皱眉，她立即松开，抿了抿唇，说了句小心点，谢谢。我说完便继续向教室走去。路过楼梯拐角的时候，我不意外的看见她走向洗手间，也是那么洁癖的一个人，估计正在拼命搓手吧。洗手间里流动的水冲刷着掌心，镜子里的少女低眼望着穿过指缝的水流，有几分怔然。回到教室里，我坐下了好一会，柳如烟才回来，鼻根依然痛着，好在已经过了抽背诵的环节，我也算松了口气，艰难的熬到放学。铃声一响，我拎起书包就走。回家的路口处，常年枝叶茂盛的榕树下蹲着一只大橘，圆乎乎的脑袋上那铜铃大眼一直盯着我。这只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长得圆润，毛色发亮，像家养的。最近我常常遇见它，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这猫每次遇见都在看我，就像此刻直勾勾的盯着。我不怎么喜爱猫，也没有过去逗弄它的意思。夜里洗完澡，一推开房间的门，窗户的一幕让我心脏狠跳了一下。窗户护栏处探入一个猫脑袋，背后是漆黑的夜，视线相对，跟恐怖片差不多。猫看见我，跳进了我的房间里面。我缓了缓心神，走向它，是路口榕树下那只大橘。我有点犯愁，不知道怎么把它赶走。你好，夏星辰，我在做梦吗？我居然听到一只猫开口说人话。我是神的使者阿九，他在自我介绍。大橘猫阿九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柳如烟。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主角，主角就是世界的核心，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世界的运转。而我所在的这个世界，柳如烟是主角。按照原本的命运路线，柳如烟是一个因家庭背景留下心理问题的天才少女，她厌世、阴沉、独来独往。这样一个身处黑夜的主角，会遇到一个像阳光般温暖、对她展开救赎的男主，最终抚慰她的心灵创伤，携手共赴美好未来，画下完美句号。但是命运的轨迹发生了巨变，因为一个穿越者，男主被穿越者代替了。然而那个穿越者喜欢上了宁恩浩，他没有按照原本命运线走，最后世界崩塌了，神对世界进行补救，但出现了问题。柳如烟根本没有爱上男主，他依照命运成长，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却在身处巅峰时自杀了。世界再一次崩塌，后面神进行了多次补救，依旧无法改变柳如烟最终选择自杀的结局。世界也因为多次的崩塌出现畸变。在上一次的世界中，神发现男主线被柳如烟的意念扼杀了，男主不存在了。于是神想了一个办法，从其他世界召集任务者穿到这个世界，试着感化他，代替最初的男主线。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崩塌重塑，柳如烟似乎有隐约觉醒的意识，他对外来者很敏感，总是能看穿对方隐藏在皮囊下的目的，防备心极强。任务者换了无数波都失败而归，猫的嘴巴张张合合。我默默地听着，有意外，但不至于震惊，因为高宇让我先有了怀疑。所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我看着自称阿九的大橘猫，打断了他的话。他呆了一下，似乎对我格外平静的情绪感到不解。因为我们希望你帮忙。果然，秘密不是能随便听的。我不想，我没有一丝的犹豫，便直接拒绝。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呢。阿九挥舞着猫爪子，我起身坐到书桌旁，翻开一本书，并不想搭理他。阿九瞬间窜上我的桌子，一屁股挡住了书上的文字。你不帮忙，到时候这个世界会因为经历不断的崩塌重塑循环而最终消失，这股破坏力还会影响到其他世界的安全。少年，你要拯救世界啊，世界靠你了。我看着掉落在桌上的猫毛，缓缓道，你们不是派了任务者吗？你也看到了，那些任务者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阿九叹了口气，那你凭什么觉得我可以？阿九说，找上我是因为发现我也有隐约的觉醒，我发现茉莉的秘密这件事，他知道了，他观察了我有一段日子，觉得我很适合当这个委托人。理由有几点，我是柳如烟的同桌，有地利。二，柳如烟对我比其他男生要客气，我不是外来者，他不会怀疑我。有人和剩下的天使，阿九说会帮助我。最后一点，我是个边缘人物，甚至没有独立清晰的命运线，所谓的路人，我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世界。阿九极力说服我，列举了一系列计划畅想，他的猫爪按在我手上，一副热血的模样。我静默不语，并未被打动。柳如烟于我而言只是普通同学，我并不想接受这个任务，也不认为自己可以。他能抹杀男主，也能抹杀我，而且救赎这两个字很重，救他人，赎自己。我拒绝了阿九的请求，他缠了我一段时间，最终无奈放弃了。我的日子依旧平常普通，3点一线，唯一的水花来自同桌柳如烟的攻略者们。我像个看客，沉默地看着他们，将秘密压在心底。我和柳如烟的关系也一如既往，互不干扰，平静相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3，我们依然是同班，带班的是原来高2的班主任。在他的安排下，柳如烟又成了我的同桌，我们的关系也没什么过多的变化，一直延续着那份客气。大概是任务者刷新过于频繁，这段时间柳如烟周围安静了不少。繁重的高3生活对于我这普通智商的学渣压力实在不小，磕磕碰碰的读着。柳如烟像个国宝熊猫，被老师们重点关注，大家都默认她半只脚踏入第一学府，就差最后的考试。考试倒计时的后半个月，学校组织毕业照拍摄，那天柳如烟没来，到处找不到人，最后大家还是按照计划拍了毕业照，独独没有她。她为什么没去？我也不知道。分考场的时候，我和她分在了另一个学校。考试那天，同一班公交车里，我遇见了柳如烟，满车的人，10个9个是赶考的学生。上车的时候，走道也挤着人。柳如烟坐在前排第一张凳子上，看到我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在我缠绕着纱布的脚踝，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前2天打球崴到脚了。柳如烟站在了起来，把位置让给了我。我其实有点意外，她则拉着把手站在我旁边。我抬眼看她，她垂落的视线与我相撞，又移到窗外，车身晃动，一路向前。窗外的天有些阴，一会就下起了雨，模糊了车窗。到站的时候，柳如烟手里没伞，她没有犹豫地踏进雨幕。上车时，我是有一个男生同伴的，他带了伞。我看着那个在熙攘人群中孤寂的背影，盯了手中的伞几秒，艰难小跑追上去。我将自己手里的伞举过他头顶，他长得比我矮一个头，我举伞的身躯将他笼罩。柳如烟停下脚步，沾了水汽的脸仰头看我，周围赶考的脚步声匆匆，雨点也变得密集。我和他于这伞下的一方世界好似静止，他无话，目光却有微澜泛起，而我这半刻的沉默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为他而涌起了丝丝怜悯。真奇怪，他受伤我无感，得知他命运最后1秒自杀的举动我也没太多波动，当下却被他前一刻的背影触动。给你，祝你高考得偿所愿。我把伞丢给他，转身躲进了同伴的伞下，那把伞就当谢谢他给我让座吧。走着走着，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雨幕中少女撑着一把印着蒲公英的蓝色小伞，静立在原地，转眼便被后来的人群淹没。我收回目光，走向考场。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一眼便是我青春中与柳如烟的最后一次会面。拿毕业证、填写志愿，我都没有见过柳如烟。她平日里便不与他人有过多的来往，班里的同学没有人知道她怎么了，班主任也没有过多的透露，只面露欣喜地宣布了柳如烟省第1的成绩，全校广播，横幅高挂，所有人都在为她的荣誉欢呼，唯独主角缺席了。后面我听说柳如烟去了第1学府，而我上了个普通的大学，我们彻底没有了交集。大2那年，我看到班群里有人在讨论她，说她出国留学去了。这个偶尔热闹的群，也并不是每个班里的同学都在，例如柳如烟，我在，但也是扮演一只沉水的鱼。阿九说过，他会创造一个新时代，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我有点好奇，那会是什么样的时代？日子无波无澜的进行，我依旧过着一个普通人的日子。我毕业实习那年，一个名叫未知的公司异军突起，宣布全球第1款全息网游的诞生。短短2-3年，这款名为星幻的全息网游席卷全世界，掀起时代浪潮。而它的开发者柳如烟这个名字名声鹊起，传遍大街小巷，报道上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网络上各种神话和崇拜，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小道消息的挖掘，各个知情人士的透露，将他的身世背景推送到大众目光下。我认识他，我们学校的校花，我是他同学，他从小就是学霸，果然知识改变世界。听说他家里很穷，住在最穷最脏乱的城中村，我是他邻居。他以前挺可怜的，父母感情不好，父亲还是个人渣，他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外面打零工，据说家里特别穷，经济来源是他妈妈。网络通讯发达的时代，人隐私的外衣轻易就被人扒下，一时间关于柳如烟的讨论声浪排山倒海地铺向所有媒体平台，又在几天后迅速的回退沉寂，相关信息被压下。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柳如烟本人，依旧有无数追捧者狂热倾慕。阿九说，柳如烟的原生家庭不好，但具体的他并没有透露给我，这是我第一次间接的获得关于他家庭的信息。虽然网络上添油加醋的不少，但估计也是8-9不离十。记忆中他总是独来独往，眉眼间阴郁又漠然，他具体经历过什么，那份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偶尔我会对看着日历本出神，我不知道柳如烟会在哪个时间点结束生命，又或者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是否有任务者成功了，是否他不会做出那个决绝的决定，是否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医院里，我拿着每年例行体检的报告准备离开。电梯口处红色的数字变动，等了好一会才有电梯驻留。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我被定住了脚步。冰冷的金属方格里站着一个身穿正式装的女子，气质高冷，四目相对，那双眼是冷漠的，但那熟悉的五官，即使褪去了年少稚气，我也认出了她，是柳如烟。我出神的这几秒，电梯门缓缓关上，一只骨骼修长干净的手伸出，扣住了即将禁闭的门。电梯门再次打开，我走了进去，调整了下情绪，浅笑着打了声招呼：“你好，柳如烟，好久不见。”她凝视着我，眼神波动，持续5秒的沉默，空气很安静。在我以为她没认出我的时候，她朝我开口：“好久不见，夏星辰。”夏星辰这3个字，她念得很慢，像在回忆，在思索。我点了点头，没了下文。我们之间好像也不是可以寒暄热聊的关系。这一声招呼就像用尽了那点年少同桌情分，熟悉的沉默感，也不尴尬。距离上次一见已过9年，曾经的少女变成了成熟气场强大的女人。也不知是否有任务者成功了，她如今功成名就，还会有想不开结束生命的念头吗？眼角的余光将她打量，却被她指尖一枚银戒吸引。她结婚了。电梯门开，我们一起走了出来。我正要礼貌的道别，柳如烟说了一句话，让我很诧异：“你没玩新幻吗？”我将这句话反复咀嚼了2遍。她说的不是有没有的疑问，而是肯定是的。没玩，她怎么会知道我不喜欢玩游戏？我没有追究她语句上的意思，随口找了个说辞。我确实没玩过新幻，不过也不是不好奇，只是它太贵了。即使全息网游全面普及，技术生熟，成为很多人必不可少的业余生活，但是它价格高昂，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我平日就不玩游戏，那份浅淡的热情不足以让我掏腰包，我更愿意买多几本书阅读。也有专门的体验店，只是我没去。不过被正主逮着这一问，柳如烟看着我，我头一次在她面前产生尴尬的情绪。好在我的手机响了，打破了这凝滞的空气。我打的车到了，先走了。我接通了电话，转身朝大门走去。入座后，我打开了车窗，柳如烟也出来了。她站在门口，面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视线相遇的刹那，年少记忆在时间中沉淀下的尘，这一刻被风扬起，在意识的海里漂浮旋转，久别重逢的心情，我在这一刻才迟钝地感知到，这次与柳如烟相遇。回去后我便做了一个梦，没有灯光的房间，柳如烟站在一个空旷的露台上，她仰首望着夜空。片刻之后，世界塌陷，她从高处坠下，落入无底的黑暗深渊。她闭着眼，带着笑。下一秒，我睁开了眼，视线里是清早的阳光透过窗户在书桌上落下的光影。是梦啊，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梦见她，只是梦里的画面让人感到一丝压抑和悲伤。我总有预感会再次见柳如烟，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5天后，她出现在我工作的图书馆，穿着一身休闲装，带着
着黑色墨镜，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书架旁。我正捧着一堆书籍逐本放回原位，一转身就被他挡在面前，手中的书脱手落地。我错愕地瞧着他这个不速之客，他蹲下帮我捡起书。需要帮忙吗？你怎么来了？柳如烟来找我，我很意外。他说有点事情要找我聊聊。他帮着我一起整理书架，我也没客气。图书馆8点半闭馆，当时已经8点了，馆内寂静，唯有呼吸间，空气里弥漫着的纸墨气息格外清晰，还有他身上隐隐约约清冽的香气。图书馆旁边有一家卖中式茶点的风格茶馆，我们面对面落座。我抿了一口茶水后开口：你找我有事吗？从刚刚柳如烟手里一直拎着一个牛皮纸袋，这回被他放置在桌面一角。他将它推了一把，递到我跟前，打开看看。我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熟悉又陌生的物件像一颗石头激荡着记忆里的呼喊。一把蓝色折叠伞静静地躺在里面，伞把处还悬挂着我当初带上去的蓝色绳结，这是我高考那天给他的伞，没想到这么多年他居然一直留着，就等着有一天归还于我。我想起当初给他比心的事情，那时候他也是还了回来，不欠任何人情，哪怕是细微不足道的小事。赤诚又输了，那时候借的伞，现在还你了。这伞我从没想过跟他要回来，但这句话当下没有说的必要了，多余了。我点头回了声好。你结婚了吗？我转了话题，在试探是不是有攻略者成功了。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食指上的银戒，淡淡道没有，这戒指是新换的启动钥匙。我局促地笑了下，不仅没玩过人家开发的划时代网游，连基础配件都不知道。杯中的茶水见了的，我端起茶壶续上，也将他的杯子续上。杯中的热茶水汽氤氲上升，和着上方灯笼昏黄的暖光，将柳如烟常年冷郁的气息消散了些许。他握着茶杯的指节动了动。你过得好吗？我扬了扬眉，这问候听着总有点不太适应，又或者从他口中说出来有些突兀。挺普通，也挺好的。我笑了笑，他深深看了我一眼，随后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热气的熏蒸，他的眼眸似乎有几分诗意。我们没什么闲话聊，还了伞，喝了茶，他便起身告别。图书馆这一片入了夜便少人烟，夜色如墨，对面是热闹的商城区，霓虹灯光照亮了上方夜空，隔着一条大街，却是截然不同的时空错落。茶馆外，路灯下柳如烟的身影显得孤寂清冷。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时空的撕裂感，那背影和年少时语中的他重叠了，梦里他死亡的画面浮现脑海，一股酸胀的情绪自心口涌动着。我收回视线，发现他遗落在桌子上的墨镜。柳如烟，我喊了他一声，他停下回头看我，我跑了上去，把墨镜递给他，顺带说了句忘了跟你说一句，恭喜你新换，我会去体验的。3天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新换的头盔和戒指，寄出地址是未知公司，显然是柳如烟寄给我的。我失笑，看来我寒碜的模样被看穿了。我想着该道谢，却发现并没有关于他的联系方式。我看着说明书指导，带上了新换。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新换的世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除开脑海中的电子引导声和面前的透明屏幕，一切都很真实。新换是实名制进入，我直接跳过了信息注册步骤，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专属于我的账号1号玩家，所以柳如烟才会问我没有玩新换吗？这个账户截止到这1秒都没有过使用痕迹。在新换里，我收到了2封信，来自柳如烟的信。第一封是祝贺我生日的祝词，这个装着新换的快递是他送我的礼物。第二封内容很简洁，是关于那把雨伞，他在等我上新换，等着寄还于我。他预设好了一切，却没料到我竟然一次都没接触过新换。我退出新换，上网查了他的相关，一份关于柳如烟的高热报道出现在我眼前。刘女士，新换的图标为什么是一把蓝色油纸伞和飘落的蒲公英？有什么寓意吗？只是灵感来源，有很多网友揣测，是不是跟你的心上人有关？报道上的文字描述，刘女士沉默了许久，才慢慢回答：我时常会想起他，心情也会变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我看着这段话，目光反复阅览，内心震荡。柳如烟她喜欢我？怎么会？我站起来，望着窗外鳞片状的云，陷入思绪中。喵！一声猫叫令我回过神，我望向草地上眼熟的大橘猫，是阿九。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再次找上我，他想干嘛？我想把窗户拉开些让他进来，手刚触碰到玻璃面，突然一股失重感席卷身体，我摔倒在地上，身体有什么东西在加速流逝。出于本能，我感觉到死亡的气息。模糊间我看到跳进窗的阿九，他朝我而来，意识消失之际，我听到了阿九的声音。可恶，晚了一步。27岁生日那天是我死亡的日子。耳边嘈杂，脑袋昏沉，模糊的视线变得清晰，一群人围着我，嘴巴张合个不停。意识回笼的瞬间，我的视线便对上了那个人墙外跑道上站着的少女，被汗水浸湿的发丝下，黑色双眸直直地望着我，像一潭深水。情绪不明，我想站起来，膝盖一阵刺痛，慢半拍地冲击着我的神经。看着撸起裤腿破皮流血的膝盖，微微肿胀的脚踝，我打量着周围满是青春朝气的脸庞，旁边是指挥着同学的体育老师。记忆在复苏，我想起来了，这是高3的800米测试，那会我在冲向终点的时候摔伤了，我重生了，这是又一轮的世界重启。只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我有了上一次世界的记忆？这就是阿九说的觉醒吗？我放下裤腿，在一个同学的搀扶下走去医务室。上操场台阶的时候，我回头看向在起点准备测试的柳如烟。哨响，他如同离弦的箭，冲向终点。风撩起了他的发，传递着围观男孩的呐喊倾慕，明媚张扬。不知为何，我竟有些难过。他还是选择了自杀吗？上了药，我先回教室里休息，坐在课桌上环视着周围的一切，看了贴在桌上的课程表。下一节是自习时间，桌上堆砌的书山让我忍不住扶额，头疼的。为什么要再次经历高3？这噩梦还需经历第2次。我撑着脸，望着黑板上节课老师留下的板书出神。上次世界死亡的记忆依旧迷心，这就是路人的命运吗？阿九说，路人是没有独立清晰的命运线的，所以连死亡都是毫无预兆的随意吗？即使每年体检健康无
无碍，也不得不在死亡下线那刻被世界清除。庆幸的是没有痛苦，而是像一个疲惫消耗过度的人陷入沉睡。只是阿九他为什么突然再次找上我？他最后那话是什么意思？在教室坐了半小时，就听到了下课铃声，柳柳续续有同学回来。柳如烟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来的，她走到我旁边拉开椅子坐下，再次看见他，我的心绪有些复杂。上一世最后一刻的记忆太过清晰，要说我内心毫无波澜，那是假的。我不明白，如此普通不起眼的我，被帅哥环绕着的他居然心向我。放学时我没有立刻起身离开，在教室待到值日的同学准备回去了，才慢慢的收拾。腿伤了，走路有点慢和拐，我不喜欢被别人注视的感觉，便挑着人少的时候才走。下了楼梯，没走几步，一辆自行车拦在我面前，一张笑得灿烂的脸闯入我的视线，是隔壁班的班花许燕。你脚怎么了？我载你回去吧。许燕和我是一个小区的，很小就认识了，只是不太熟，从幼儿园到高中也当过2、3次同班同学。她活泼漂亮，是我欣赏喜欢的类型，不过我从未想过和她表白，也不曾有追求她的念头。我对她的想法更像是追星人对偶像的那种倾慕吧。我盯着她的后座，正准备点头，旁边冲过来一辆自行车，急刹车，长腿踩地，车轮横在许燕自行车前，白色鸭舌帽下的眼看着我，上来送你回去。我错愕地望着突然出现的柳如烟，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许燕尴尬地笑了笑，说原来有人在等你的，那我先走了，便踩着自行车离开了，留下我一脸莫名。这一世的我跟柳如烟这个同桌关系很亲近吗？我还是坐上了柳如烟自行车的后座。路上行人缓慢，天黑得快，沿途街道的路灯接连亮起，风鼓动着她敞开的校服外套，总是不经意地触碰到我的脸，洗衣粉的味道。我望着柳如烟的背，脑海里闪过那道雨天的背影，还有茶馆外灯下的影子，一股淡淡的酸涩盘旋在心口。你已经处于巅峰，拥有一切，为什么依旧选择结束生命呢？到我住的小区时，我下了车，冲柳如烟说了声谢谢。夏星辰，他想说什么，却又止住，转口说明天见。我皱着眉，端详着眼前的人，帽檐下的眉眼被一片阴影覆盖，那双眼眸却很清亮。我认识的柳如烟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眼神瞧过我，那种认真的专注。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还需捋一捋。我回他，明天见。说完，我转身便走，却感受到一股视线带来的别扭。我回头望，柳如烟还没走，她在看我。见我回头，她压了压头上的帽子，转动车头，很快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这一世，我没见过人物者，也没见阿九。回家路口的那棵榕树依旧茂盛常青，只是再也没见过那道橘黄的影子。阿九还会出现吗？我心里有太多的疑惑了，能解答的阿九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柳如烟有些不一样，那股厌世颓丧的气息变了。以前的她像一株没有生气、被烈日炙烤着布满干裂纹路的树，现在的她像一潭深水，不知底下是何模样，看不穿。柳如烟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就在刚才，值日擦黑板的是我，她却上去帮我擦起了黑板。我提醒她，今天的值日生是我，明天才轮到你，你脚伤还没好，我帮你。她回得自然坦率，我不由再次疑惑，每一次世界重塑，人物性格关系也会有轻微变化吗？这一次的柳如烟不像之前那么难以接近。柳如烟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一张折叠的白纸从封面夹层中掉落在地上，看她微愣的模样，估计是哪个男孩偷偷放进去的。纸张落地的位置在我脚尖，我稍微弯腰就拿到了，我才将纸张捡起，柳如烟便手速飞快地夺过，表情有些不自然。我没说什么，起身出去走廊外换换气。春日的暖阳晒在身上，懒洋洋的，阳光很柔和，不刺眼。刚刚我看到了那张白纸透出来的轮廓是人像素描，剪的时候掀起的半边角，写着3个字：夏星辰，我的名字。我想起阿九委托的话，想起上一世界的柳如烟，想起他采访说的那句回答，心里头沉闷。我闭起眼，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我总是在做梦，梦见柳如烟，梦里是他各种死亡的场景，他始终是笑着的，好像动摇了。我还能若无其事的当个旁观者吗？可我又能做什么？该怎么扭转他自杀的结局？很快的就到了拍毕业照的日子，老师喊班里同学出去等候排队。我看到柳如烟接了个电话，脱离集体走掉了。上一世她没有来拍毕业照，就是因为这个电话吗？学校大门出入检查严格，上课期间学生是出不去的，那她会去哪？我站在走廊上，看着楼下的她走向学校后方密林。柳如烟去那里做什么？耳边传来班长的催促，我跟着大部队一起下楼。到拍照地点时，等待的时间里，大家拿着手机在互拍留念，我心不在焉，高频的看手机时间。最后我转身朝密林的方向跑去，在一个拐角时与柳如烟撞得脑歪，我抱住了她差点摔倒的身体，又很快的撒开手，耳尖爬上一抹粉色。我喘着气，看到她后面教导主任带着几个学生往教务室去，其中一个人在学生中很出名，是个不学无术惹是生非的太妹。你没事吧？我打量着她，看起来没有受伤。你知道我在这里？我在柳如烟询问的目光下点头。我刚才看到你往这走，快拍照了，你一直没回去，我就过来找你了。没事就行，快到拍照时间了，走吧。我刚转身，柳如烟的声音顺着风穿过我耳边，你来找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对你的人生、你的命运视而不见。风从背后吹来，扬起的发丝胡乱的扫着我的眉眼。我低声说，我担心你。回到拍摄现场，恰好赶上了我们班的毕业照拍摄，老师和班长大声叫喊催促。我走到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填上，柳如烟刚好站在我前面，望着摄像机的镜头，我的大脑突然闪过一个片段，上一世界柳如烟缺席了。第二天，我看到了她手臂上多出来的划伤，那个太妹，我记得后面被劝退了。这一世，柳如烟离开集体去见那个太妹，完好无缺的回来了。那个人还正好被教导主任逮着，还有他的变化，对我的态度，所有碎片信息刹那间组合成了一个指向性的线索。柳如烟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醒了记忆？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便比了个 OK 的手势。老师起身遣散学生，给后面的班级让位。我被几个男同学拉着去旁边拍照。柳如烟站在对面的树荫下，旁边好些蠢蠢欲动的男同学想和她拍照，拍了几张。我听到了许燕的笑声，我走了过去。我可以和你拍一张照片吗？许燕很爽快的点头应许。当然可以。我把手机拿给一个同学帮忙拍照，站在许燕身边比了个剪刀手。你到时候记得发我一张啊。我笑着点头说，知道了，我们拍一张吧。柳如烟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后，眼神里藏着期待。好啊，我们并排站着，中间隔着半臂的距离。因为心中对他觉醒的猜想，我下意识的侧身抬头望他，感知到我的视线。他抬眼看我，四目相对时，他眼神微动，几秒后收回了目光。拍照的同学把手机递过来，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屏幕中恰好捕捉到我们相视的那一瞬间。我加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把照片发给他。他端着手机看了许久，我看到了他唇角的笑意。隔天上学，我找借口去办公室跟老师要一张模拟卷，见到了在喝茶的教导主任。主任好。主任朝我点了下头。我上去几步，昨天我们班的柳如烟差点在密林里被欺负，还好主任你刚好在那边，及时救了她，很感谢您。柳如烟是我的同桌，我很担心她。主任气呼呼地骂着那个太妹，随后跟我说还好啊，柳如烟同学提前给我打电话，他给你打电话。和主任的对话中，我大致了解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有个同学和柳如烟关系不错，是他打电话叫柳如烟过去的。柳如烟听出了他话里的不对劲，觉得有问题便先给主任打电话。主任曾经教过他，还家访过，一直留着号码。说到家访时，主任叹了口气。我拿着试卷返回教室，大脑梳理着那些话，一切都很清晰了。上一世的柳如烟是被那个同学背叛了，所以这一次他提前布局，反杀了他们。他果然已经觉醒了，上一世的事情他都记得。任务者和阿九的消失和他的记忆有关系吗？他带着记忆重来，这一次还会带着世界消失吗？6月高考的日子，这一次我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柳如烟，天气是一样的阴雨天。考完试的最后一天，在站台等了很久的公交车迟迟未到，想来是高考的日子堵车了。我查看了地图，从这走回家有个近道半个小时能到，结果走了一半，发现自己路痴属性走反了。我无奈叹气，街边买了一支冰淇淋和几枚棒棒糖，掉头走回正确的路线。超近道要经过一片旧民居，我边看地图边吃着手里的冰淇淋，拐了几个路口，一声猫叫引起了我注意。一只橘色的猫咪蹲在围墙上，身上的毛发被雨水打湿。我试探地唤它阿九，猫看了我一眼，跳下跑了。我追了上去，猫没见到踪影，倒是看到一个熟悉的人。铺满爬山虎的围墙外站着一个少女，没撑伞，雨水顺着她的脸不断滑落。看到我的瞬间，她露出了笑。我走向她，将伞支向她发顶。你怎么了？你喜欢淋雨吗？她总是这样，狼狈可怜地出现在我眼前，叫人难受。我跟柳如烟说话，却见她深深地盯着我，渐渐红了眼角。她动了动唇，夏星辰，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我一直在想，如果你没出现，我就放弃打扰你；如果你出现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贪心一点？我后退了一步。柳如烟，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柳如烟转身躲进我怀里，晦暗的神色中夹带着讨好的索取。夏星辰，你不要喜欢上别人，好不好？她的手抚上我的脸，我的睫羽颤了颤，近在咫尺的眼神涌动着悲伤、喜欢、渴望，还有想念。我的大脑在片刻之间闪过无数画面碎片，很难受。被刺痛的大脑折磨的我一把将柳如烟推倒在地上，便跑掉了。雨一直下，我朝前奔跑着，背后的少女站在原地握紧了手心。回到家，我在打开房间时见到了阿九，他蹲在我的椅子上，又见面了。夏星辰，我走到椅子前蹲下，引我去见柳如烟的那只猫果然是你，为什么？阿九舔了舔前爪，说来话长，我给你看个东西，看了你就明白了。阿九张口吐出一个光怪柳离的泡泡，慢慢的飘向我，在眉心处消失。我做了一个梦，很长很杂，梦里的第一幕是下着雨阴沉湿漉的天气，那天正好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完最后一科，我心血来潮，不想坐公交车，沿途踏着大大小小的水洼走回去。超近路时，拐进一片旧小区，在一个巷道布满爬山虎的墙角下靠着一个女孩，她垂着头颅，任由下落的雨水冲刷身体，一动不动。我撑着伞在巷口停留了几秒，也许是我的视线太明显，女孩突然抬头望向我，那张脸很熟悉，是我的同桌柳如烟。我转过头，没有走过去，而是朝前走。经过一间小卖部时，我突然停下，我买了一把伞，折返拐进了那条巷子。我走到柳如烟面前蹲下，手中的伞将她耐入，伞面上的雨点啪嗒作响。柳如烟缓缓抬头，眼神空荡荡的，本就白皙的脸在雨水的冲刷下泛着冰冷的疏离感。你没事吧？我开口打破沉默。她盯着我，突然咧开一抹恶劣的笑。她说她死了。柳如烟指着自己，这具身体，生物学上的父亲，你知道吗？我很开心。她笑着，却落了泪。我看着她眼里压抑涌动的情绪，慢慢说道，别淋雨糟蹋身体了，感冒生病看医生拿药，很贵的。大概是我的发言太跳脱。柳如烟怔住，你不觉得我残忍可怕吗？我不了解你的家庭，也不了解你内心真实的情绪，我评价不了你。我把手里的另一把伞打开，搁在她肩膀处，随后站起身，前面有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你不想回家就去那里吧，别在外面淋雨了。我走了。我背对着她，慢慢走出巷子，画面一转，我看到了成年后的柳如烟站在一片墓地，她的指尖描摹着我的照片，一个黑色风衣的男子出现在她身后。心痛吗？你想救她，改变她死亡的命运吗？原来他是那个掠夺了男主的穿越者。那个女人死了，他认为是自己扭转命运线害了你们，他希望柳如烟帮他，他把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柳如烟是世界主角的秘密说了出来。他告诉柳如烟，我的死亡是因为他的干扰，他占了男主的身份，总是难免被命运安排，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遇见柳如烟。为了避开命运线的牵引，他想了很多方法，甚至让其他人找男主线和柳如烟相遇，但都失败了。在一次偶然，我意外地代替了他出现在遇见柳如烟的时间点。他发现只有我走了男主线，他便不会受到命运控制。于是后来我与柳如烟的无数次相遇，他都是背后的推手。我天性淡然，对柳如烟的所为仅仅出于善良本质的好意，于我而言不过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却还是阴差阳错的成了那个带给柳如烟温暖的人，让他对我生了情谊和执念。在第一个世界里，毕业后的我们偶尔会书信往来。新换面试的半年后，柳如烟约了我见面，我应许了，也食言了。再见面是在我的葬礼上。穿越者告诉柳如烟，只要他出世，世界就会塌落，神会出现，出手拯救世界，一切可重来，我也能回归自己的位置。柳如烟答应了。第二世、第三世，我还是被世界清除死亡。在我离开的那刻，柳如烟便会想起了上一世的记忆。
痛苦加倍地侵蚀着他。他想明白了，我的死亡和穿越者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个世界里，我注定活不过27岁。他抬头看天，半晌嘴角扯出一抹残忍决绝的笑。下一秒，世界动荡，开始解体塌落。睁开眼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你们见过面了是吗？我问阿九，喉咙梗塞，声音变得沙哑。是。他跟神提出条件，他会活着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前提是你必须好好的活到老。他要你一生顺遂，平安喜乐。神答应了。上一世，阿九注意到了我，在后面一直在跟任务者复盘每个世界，想找出柳如烟自杀的动机。他发现每一个世界在我死亡后，柳如烟就跟着自杀了，所以他来找我，却还是晚了一步。阿九站起身子，哎呀，我引你跟他见面，告诉你真相，就是要你知道他的付出。我讨厌 B 美学。我摸了摸阿九炸毛的毛发，流着泪笑着说，阿九，谢谢你告诉我，柳如烟一次次的自杀是为了我，一次次的承担我的死讯带给他的痛苦，用不断的自毁来得到与神对话交易的机会。原来我才是那个一直被他救赎的人。拿毕业照的日子，我见到了柳如烟。这一次，他站在礼堂的讲台上接受所有人的喝彩。散会时，我追着他的身影去，却没找到人。我走在教学楼中，想着他会在哪。转角下楼时，遇见了半只脚踏上台阶的他。他仰着头，漆黑的眸静静地看着我。我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站到他面前。那天我吓到你了，抱歉。他垂下眼睑，遮住了眼里的情绪。我咬了咬唇，眼眶很酸。谁允许你单方面为我牺牲性命？柳如烟猛然抬眼看我，你都知道了，我见过阿九了。他看着我的目光很温柔，与你无关，我自愿的，怎么会与我无关呢？你每一次死亡的瞬间，我都历历在目。你带着笑毅然奔向深渊的画面，在我心里刻下一道道痕迹。你知不知道我为上一世拒绝阿九的请求而痛心？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混账。我扑向他，将他紧紧抱入怀中，埋手在他肩颈间，眼泪砸在他的皮肤上。柳如烟抬手落在我的后背，轻轻拍了拍。夏星辰，你别哭。柳如烟，谢谢你。我本不想和他说谢谢这两字，太轻。可我发现，除了这两字，我竟也无法给他什么。我不过随手给了他一颗糖，他却为我抵上性命。今天是冬至，空气里弥漫着的汤圆和饺子香味。寝室里的宿友有南有北，凑着一起过节。这是我上大一的第一年，我和柳如烟在不同的城市上学。那一次坦白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我需要一点时间再给他答案。那时候我其实是混淆的，我不清楚我对他是感动和怜悯还是喜欢。我们经常联系，发信息，都是些细碎的日常小事，大部分都是他发他的，我发我的，很少连续着聊天，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分享，奇怪又和谐。我咬起一个白糯的汤圆，刚咬了一口，手机来电了。我呆呆地看着来电提示，手因为紧张有些发抖。这半年，我和柳如烟会发信息，但是从来没有通过电话，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接通了来电，大冬天的手心却很热。喂，夏星辰，我来找你了，在你宿舍楼下。我换上一件棉服，出门的时候看到垂挂在床沿的蓝色围巾，一把扯下来。我匆匆下了楼，穿着羽绒服的柳如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她真的很好看，走哪都十分显眼。天很冷，这几天都飘着雪，她的发丝和肩膀染着白雪。两个城市挨着，不算远，但是来一趟折腾也要3个多小时。我知道她为什么会在今天来，冷不冷？我抬起手，将她发丝上的雪花拍掉。冷。她看我的目光灼灼。夏星辰，生日快乐！今天是冬至，是我生日，也是我答应给她答案的日子。其实你不必跑过来的，多冷呀！没关系，是我想见你。我把手中的围巾给她戴上，在我身上平平无奇的围巾，在她身上带出了气质。她的眼神一直粘在我脸上，我不自在的轻咳了一声，想说什么就直说，不要这么看着我。柳如烟轻笑，她的手心附上我的手。夏星辰，你可不可以只喜欢我？可以。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一把将她扯进怀里，耳边是她如释重负的喘息。明明隔着厚重的衣服，被冰冷的雪环绕，可内心却温暖。我喜欢柳如烟，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声告诉了我答案，她不会再孤独一人，我会陪着她。这一次，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